休了一段长假，出国去了日本。这次我旅行的地方是北陆，来到日本名古屋机场。下飞机后的第一站，我来到保有江户时代的街道马龙宿。这里的房子相当的日式。从名古屋市区来到这里不会花太久的时间，走在这里的街道相当的舒服。由于马龙宿算是在山区，所以看出去的视野蛮宽广的。欣赏完这个复古的小镇，接着我们就要出发到饭店去了。晚上住在夏旅温泉，饭店的浴衣可以自行选择，房间相当的大，是日式榻榻米呢。晚餐吃的就是饭店里的自助吧。这里还有户外足汤能泡呢。边泡汤边看着夜景，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早餐饭店吃饱之后，就来到了飞驒高山。这里非常有名的就是吃飞驒牛寿司。除了逛老街以外，记得要吃这一样美食哦。我吃的是这一家。它有分好几种组合方式吃法，点的是 X， 吃起来像生鱼片一样，入口即化，一定要到这里吃看看哦。非常的柔软，连下面的饼都可以吃。另外还有烤飞驒牛串，也是相当的推荐。午餐是安排了飞驒牛风味寿喜烧，用当地名产味噌一起寿喜烧，带点甜甜的味噌，非常的下饭。季节蔬菜让汤头变得鲜甜。饱餐后到了滑雪场运动，别人是滑雪，我们菜鸟呢就是滑雪盆。带着雪盆前往空旷的地区，还蛮好玩的，只是踩着雪行走上坡，的确是稍微艰辛了一点，不过也燃烧了不少热量。我滑行的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，虽然滑雪盆蛮有趣的，但是下次还是想要真正的滑雪看看。难得接触到雪，当然也想要做做雪人咯。大概玩个2-3趟之后，就已经累到不行了。拖回去放也需要走上一大段路。这天也算是有运动到了，鞋子上都沾满了雪。这就是来到雪国才会发生的情况。回饭店前还有一些时间，我们来到了松本城。每个角度看起来都相当的威严。既然来到这，还是买个门票进去参观一下。
入口边就有纪念章可以盖，那就盖个章带回去留念吧。游客超级的多，所以要把握时间加紧看。依然保留着原始结构，还展示了一些古物。从城内向城外看，原来就是这么监视着自己的领土。由于楼梯周边都是不能拍照的，但窗边的景都会让你美到惊艳。这是日本最古老的城堡，来到这一定要进来看看，别错过了哟。一共有6层，有体力的话，爬到6楼视野会是最好的。晚餐就直接在饭店吃帝王蟹，吃到饱。这一餐吃得相当满意，口味都还蛮精致的。饭店属于时尚简约风。早上拉开窗帘的景让人大大的惊艳，结冰的女神湖面也太美了。这个景会让我非常的难忘。吃过早餐后立刻出发，首先来到了善光寺，正好遇见了下雪，雪景配上拥有1000年历史的善光寺，更加的美。我想这里立刻会成为我最喜爱的寺庙之一。喜欢走访日本神社的话，那善光寺就非常值得来哦。细细品味这里的每一个角落，记得也要进去参拜一下。难得能够遇见下这么大的雪，令我非常的开心。爱上长野这个地方，绝对是来一次你就会爱上的。下一站来到了小布施，一个充满栗子的小镇。买个栗子冰休息一下之后，继续采购。这里最有名的伴手礼店小布施堂。蒙布朗可别错过咯，记得要买来吃看看。充满栗子香味的蒙布朗非常的推荐，好吃。午餐吃的是栗子风味餐，火锅、蒸蛋和饭都有栗子的成分在。甜甜的栗子饭超级好吃，这一餐让我回国后都还在想念呢。饱餐过后开始运动，爬山去看雪猴。会泡汤的雪猴是世界奇景，这种场面并不多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特地来这里看。虽然爬到这里的路程少说要30分钟，来回就需要1个小时，但边走边看的沿途美景是蛮值得来这一趟的。看完雪猴后，我们来吃晚餐烧肉太郎，限时1小时的吃到饱烧肉。肉的品项相当多，但是说真的，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肉。还有一些炸物、天妇罗和汤品。刚好遇见地震的关系，所以游客没有这么多。哇哦，还有寿司呢！烧肉太郎好吃在它的酱汁沾上之后变得更加美味。
肉质都还蛮软嫩的。就是这个价，美味的来源。一次又一次的奋战中，差不多快饱了，我去做个棉花糖。用棉花糖结束这一回合。晚上我们住在金泽的市区。由于地震过后不久，人潮明显的变很少。这是个小巧简约型的饭店，不过至少行李还能摊开。饭店离金泽车站蛮近的，早餐一样是饭店里的自助餐。比较不一样的是，这里提供了冰淇淋。那当然一定要吃看看当地的冰淇淋咯，奶香味十足，很好吃。一早我们来到了兼六园。兼六园是日本相当有名的庭园，周边的商店街有在卖金箔冰淇淋，可以买来吃。兼六园必拍景点就是池塘边的这个古灯。兼六园是日本的三大名园之一，兼具了六圣之美。那是哪六圣呢？就是弘大、优穗人力、仓谷水泉和眺望。走在这日式庭园里，心情特别的平静，是不是很有一种沉静的美呢？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在这里喝下午茶，会是很不错的。白鹤都悠游慢慢的在这里欣赏风景。据说这里的喷泉是日本最古老的喷泉，雪钓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。还有一点时间来到这里，当然一定要吃金箔冰淇淋，有好几种口味呢。最终我还是选了抹茶金箔，据说吃了皮肤会美丽，那当然希望越变越美咯。相当豪迈，很大一片的金箔。接着到了我一直很想来的童话世界——合掌村。让你选第一次来合掌村，你想要哪个季节呢？听说四季都很美，但我最想来的还是冬季。这里就像明信片里制作的封面一样。合掌村内神田家和和田家可以进去参观，但需要另外付门票哦。接着前往寻找三小屋，往观景台步道的方向走去。接着弯到神田家的方向，就会遇见三小屋咯。三小屋就在神田家附近，姜饼屋就是出自这个造型。爬上天守阁观景台，你就会看见这样子的美景。午餐在天守阁观景台用餐，是接待团体游客的餐厅。当地风味醋腌鱼非常的好吃，鱼骨头都已经软化到可以直接入口。甜味噌也是这里的名产之一，配上牛肉，超级下饭。
离开前再看看美丽的合掌村。再一次前往名古屋。我们来到名古屋相当知名的热田神宫。短暂停留一些时间后，差不多该离开，回到名古屋市。到处充满乌鸦声，真的是日本的一大特征。穿越巨大鸟居之后，出发去饭店。不一会儿，来到名古屋最热闹的市区荣区。房间非常迷你，打开行李箱都有一点困难。不过周边买东西、吃东西、逛街都很方便。到名古屋一定要吃百年老店的鳗鱼饭。蓬莱轩的鳗鱼饭建议2个人吃1碗。另外再点些鳗鱼干、鳗鱼骨、鳗鱼玉子烧，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多样化。带点焦香味的鳗鱼饭，非常的好吃，不愧是百年老店。一鱼三吃，看你喜欢吃哪一种吃法。蛮多人都喜欢吃原味的，我个人喜欢吃第2种有加芥末的口味。多一种辣辣的 wasabi， 我觉得更下饭呢。第3吃泡汤也是不错的。有时我会把 wasabi 也放在里面一起泡汤吃。你也可以这么吃看看，也不错哦。这一餐非常美味，推荐来名古屋一定要吃蓬莱轩。一早饭店的自助餐有名古屋的特产，那就是木拉鱼饭。一般饭店也很少见会有这个，所以名古屋的饭店早上有这个一定要吃咯。餐后还有一些时间，就到名古屋电塔走走。有点可惜，太早了 ，Snow Peak 咖啡还没有开，只能把机会留给下次再来一次咯。电塔周边有蛮多咖啡店，还有小吃店。晚上这里会有打灯光，会很漂亮。早知道昨天就先来了。住在荣这区相当的方便，我蛮推荐住名古屋要挑选在荣这一区哦。差不多该去机场准备登机咯。快乐的名古屋之旅让我回国后念念不忘，期待再见，名古屋，拜拜。